Hello， 大家好，我是帅 K。在换机周期被不断拉长，硬件竞争到白热化的阶段，荣耀旗舰在如今的市场竞争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荣耀不仅要在影像上打出独立的风格，又要在声量上去抢夺关注。而荣耀 Magic 8 Pro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拿出的产品，它能满足荣耀的野心，在新一代的安卓旗舰中杀出一条血路吗？这代产品与上一代外观相似，背部依旧是一块巨大的相机模组，搭配光线下有纹理变化的磨砂背板，再通过一点点弧度过渡到硬朗的磨砂金属中框。正面呢，依旧是带 3D 人脸识别的长挖孔，R 角看起来也比较和谐。荣耀呢，在今年的新旗舰里啊，它并不算边框特别窄的。不过荣耀的正面屏幕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直屏。我在小米17 Pro 里的视频里说过啊，我其实更喜欢带一点点弧度的屏幕。所以整体来看，荣耀 Magic 8 Pro 这一代主要的改变还是在内在，而这个提升的内在要紧紧扣住荣耀目前的主要矛盾，弥补遗憾，打出亮点。以前荣耀手机最大的遗憾或者说短板是什么呢？你问10个数码爱好者，有9个会说是影像。荣耀这次给 Magic 8 Pro 的影像系统如下：1.3英寸的主摄 f1.6 的光圈，2亿像素的长焦，支持3.7倍光变，超广角也是5000万像素的 f2.0 光圈。从纸面参数上来看，荣耀的影像确实不错。那荣耀这次能驾驭好影像系统吗？我体验下来的整体感觉是提升很大，算是正在向着行业顶尖努力。先来看长焦的变化，长焦端不仅仅是传感器的选择啊，焦段选择也很重要。对于99%的手机用户来说，5倍光变啊，它就是没有3到4倍的光变好用。那苹果呢，在 iPhone 16 Pro 上吃了苦头，在 iPhone 17 Pro 上又给改回来了。而荣耀这次的2亿3.7倍长焦确实很好用啊，我大部分拍摄的样张呢都选择了质感模式，不管是美食还是人像还是夜景，其实观感都不错。这也是我这段时间省下来的感受。这颗长焦的解析力没啥毛病，外加荣耀这次的防抖做得还不错。那我之前呢在动车上也试了一下啊，点开10倍长焦，在比较晃的过程中按下快门，没有打开鹰眼模式，那最终的成片也没有很糊。那在夜间场景下呢，我们也拍了样张啊，体验过程中发现荣耀对于曝光的自动调节会比之前做得更加智能一些。比如说很多夜景复杂的逆光场景下，我们无需再手动控制曝光，大部分时候你不需要管预览框里的过曝，你直接按下快门，它就能够压住高光，并且保留不错的暗部细节。优秀的防抖加上这颗传感器，这次荣耀的夜景长焦拍摄确实是比较出片。在交互上啊，荣耀呢也几乎把所有常用功能都放在了上滑呼出的2级菜单里。你几乎不需要用到第2只手就能够快速调节。那对比我这段时间在体验的 OPPO 来说，其实荣耀的交互设定我会更喜欢，因为它确实更方便。所以整个影像系统我体验完会有个感受，就是荣耀的确在倾听消费者的声音。要知道啊，在上一代一开始，荣耀连扇形变焦和全局 EV 调控都没有，甚至宣传的重点还是超大倍率的 AI 修图，就有点抽象。而到了这代荣耀 Magic 8 Pro 上，影像系统的易用性大幅提升，硬件上的选择没有什么毛病，整体的成像效果会更舒服一些。外加这次的 AI 追测功能也比较有意思，那你在拍摄的过程中 ，AI 会自动识别画面中的主体与环境光，匹配图库中经典色彩模板。在拍摄完成后，还可以通过 AI 追测，在图库中一键复刻不同的风格啊。整个过程呢，你不需要手动调整什么参数，让普通人的照片看起来也很有风格化。说了这么多好的地方，接下来聊聊啊，我个人觉得荣耀在影像上还能够继续打磨的方向。第一个呢就是算法，荣耀这代在计算摄影上的进步很明显。不过呢，我认为荣耀的算法还有持续进步的空间，因为说到底，有算味儿的本质还是算的不够多、不够好。这一代的观感呢，可以摘掉影像差的帽子了，但稳是稳了，还可以更有味道。第二个呢，就是影像风格。这几年呢，大家其实能明显感觉到，每个品牌都在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影像审美。有的偏纪实，有的主打高级的观感，有的针对特定的场景。而荣耀如果能再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代表性风格，荣耀的影像会更有记忆点。那影像的遗憾尽力弥补了，这次荣耀想要主打的亮点依旧是 AI。荣耀的悠悠助手在 Magic V5 那时候就已经做得很好了，那时荣耀希望有更多的 AI 场景落地啊，但是说实话 ，AI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发布会上的炫技功能。
还没有真正成为消费者在购机时的考量。荣耀 Magic 8 Pro 为了让 AI 变得好用，它的策略依旧如此，就是落地更多场景。比如你在办公室用悠悠说一句，帮我查一下荣耀 Magic 8同档位竞品信息，悠悠呢就会整理网页、文档、论坛内容，生成摘要，还能够输出结构化的报告。然后它现在呢，在悠悠智能体里呢有一个深入研究的功能，你点进去以后呢，可以提问它一些问题，你如何看待荣耀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进步曲线？这时候你发给他，然后他还会反问你一些问题，他会确认几个细节，比如说你希望重点分析哪个方面，然后研究的时间是否有界定。我现在把我的限定条件发送给他，他就会开始研究。研究的过程其实蛮长的，大概需要10到25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稍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研究报告，确实是要比 DeepSeek 直接生成的那种要深入很多。再比如呢，你跟悠悠助手说，明天早上8点我要出发去广州，然后在天河区附近去出差，帮我看一下酒店和这个高铁班次，它就会自动给你推荐对应的高铁、酒店。如果你有荣耀的笔电或者平板，也能够自动同步形成到其他设备。荣耀呢也是目前少有的能做到和苹果生态深度互联的安卓厂商。这个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换机焦虑的问题。还有呢，在打开电商 App 时呢，悠悠助手它会跳出这个优惠券。如果你拍餐厅门头说帮我找到这家菜的推荐菜，它就会识别这家店的菜谱和评分。所以能够感觉到这次荣耀的 AI 确实能帮我们解决一些实际的需求，而且这些场景呢，也从一开始的那种完全订外卖试图用 AI 完全接管人的操作，变成了你通过 AI 去辅助人进行选择的模式。让 AI 从概念到场景，这件事儿不会在今年完成，也不会在明年完成，这是一个进行时。当有一天你拿起一款手机，对它直接表达一些想法，下出一些指令，它真的能够理解你、帮助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也许就会认为 AI 真的很重要了。那像我开头所说的那样，弥补遗憾，打出亮点。荣耀 Magic 8 Pro 这一代做的就是尽可能弥补影像上的遗憾，打出 AI 方面的亮点。那其他部分，荣耀当然做的一直也不差。最新的骁龙旗舰芯片，原神虚拟城跑图60分钟帧率非常稳，平均60.1帧，最高温度呢在正面38.3度。然后是绝区0，我们也是跑图了60分钟，平均帧率59.8帧，平均功耗4.09瓦。结束后呢，最高温度也是在正面40.2度。另外呢，我们还测了一下荣耀 Magic 8标准版，在相同条件下，标准版和 Pro 也是几乎不分伯仲。功耗的差异更多也是屏幕差异而导致的。Magic 8标准版的安速跑分也是接近了418万分，所以性能方面确实无需担心。续航方面呢，从性能测试结束后的87%电量开始测试，最后呢，我们测试下来，剩余电量还有46%今年电池容量超过7000毫安时的手机，就有一个算一个，我感觉是一丁点续航焦虑都没有。尤其是像我这种几乎不用手机玩游戏的这些手机我真的是一天从早用到晚，中间完全不用补能。哪怕是你出去旅游经常拍照，你就中间得空充个10几分钟，绰绰有余。而且荣耀 Magic 8 Pro 还有一个不算特别大，但对我来说值得一提的提升，就是扬声器。这一代的扬声器效果呢，确实是一听就会更加舒服一些。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直接放个对比。让我们超速在高速公路，让我们报复这世界带着风度，让我愤怒，让我痛苦，做我的小丑女，迷人的公主。这次荣耀在通信安全上呢，也做了一些强化。首先呢是北斗卫星消息，就是在无信号的环境下呢，也能够通过北斗系统发送短信，并且荣耀 Magic 8 Pro 应该是行业里唯一同时支持 3D 人脸识别和 3D 超声波指纹的手机3D 人脸在暗光下依然能描解，那超声波指纹失手也能解锁。这套双 3D 的解锁方案确实比单一方案体验更好，也更安全。而且呢，因为这个挖孔，我认为荣耀相比于其他的安卓产品，它有可能更容易跟进像 iPhone 17那样的前置，说不定下一代就能上当然，这一点是我纯属猜测。如果你手上呢有荣耀的手表、耳机、笔电，那这代 Magic 8 Pro 呢肯定也是能做到一键互联。比如手表的健康数据可以同步到手机，耳机的延迟也能自动匹配到游戏模式。能够感觉到现在这个整体生态的打通和以往那种品牌式绑定互联不太一样，现在会更加的轻盈，主打一些智能的落地场景。
这些部分呢，在日常使用中虽然不会成为卖点，但会让整个体验来更加完整。所以这代荣耀 Magic 8 Pro 给我的整体感觉就是它在非常务实的进步。荣耀没有去追求那些虚的噱头，而是花了时间去弥补真正的短板。影像系统补上了过去的遗憾 ，AI 也不再停留在 PPT 上，而是一步一步开始进入我们的日常。在当下这个智能手机已经没有太多惊喜的时代，听劝也许也是一种稀缺的能力。荣耀能在消费者的反馈里找到方向，这件事儿是值得肯定的。所以弥补遗憾，打出亮点，这就是荣耀 Magic 8 Pro 的意义。至于它能不能在新一代安卓旗舰中杀出一条血路呢？我觉得至少荣耀已经在路上了。OK，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这么多，大家伙儿觉得这代荣耀 Magic 8 Pro 表现如何呢？可以弹幕或者评论区说一下你的感受。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请到简单评论区转发。我是推，我们下期视频见，祝好运，拜拜。